根据一个人喘的描述，可以判断他的原因吗？如果一个人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假日跟3、5好友去郊外走走，爬的也不是特别高的山，只是一段小山坡，经过1个小时后，根据运动期间喘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来评估是哪一方面的呼吸问题哦。第一种情况，如果一开始觉得喘，但是越走越轻松，这样多半是上呼吸道，例如鼻腔内的问题。随着走路爬坡一段时间后，体温热起来，再加上肾上腺素的分泌，会让原本有点浮肿充血的鼻腔软组织消肿，就可以大幅减少空气进出的阻力，改善鼻呼吸的气流量，所以会越走越轻松。第二种情况，爬坡走得比较快的时候，觉得有点喘，虽然不至于无法忍受，但总是没有很轻松。不过只要有机会停下来，那种喘的感觉就很快消失。这样的话，最有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的心脏与四肢肌肉，也就是爬小山的运动强度超过自己的耐受力而已。第三种情况，运动当时喘的感觉，在停下来过了5分钟还没有缓解，或是心跳在过了10分钟后还是很快没有恢复正常，甚至包含胸闷、咳嗽、头晕等等不舒服的情况。这个时候可能心脏功能或是呼吸道的换气能力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问题了。在这里要先请大家来感受一下呼吸。如果你的肺功能是正常的，你应该可以感觉到一个呼吸动作从吸气开始，把肺部拉开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切换到吐气的动作。随着气体吐出越来越多后，很自然的又会切换到下一个环节，开始吸气，就好像一个循环一样，过程可以说是全自动的，自然到您会忘了它的存在。一般人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大概是感冒鼻塞的时候，吸气不是很顺畅，或是您正在做冥想呼吸时，专心观察自己的呼吸，否则一般人几乎不会感受到自己是怎么呼吸的，除非呼吸的功能出了问题。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案例。70岁刚刚从公司高阶主管退休的王先生，准备好好的调养身体，享受人生了。于是自己安排每天早上去家里附近的公园运动。过去几乎不运动的他，几天下来，除了肌肉酸痛，走路快一点的话，还有一点喘。原先自己并不怎么在意，觉得只是因为太久没运动，一段时间就会改善。没想到过了1个星期，肌肉酸痛的确是好了。可是走路快一点的话，还是觉得喘啊，而且喘起来后必须停下来调整呼吸一阵子，过了5到10分钟才能完全恢复。明明半年前才做过健康检查，医师说他的心脏功能很好，没有三高的问题，血压也很正常，生活规律，不烟不酒，难道是肺功能有问题？王先生接受了肺功能检查后，答案揭晓了。他的肺活量虽然还算正常，但是第一苗吐出量只有正常值的60%，也就是说他在用力吐气时，无法一下子就把大量的空气呼出来。针对王先生的呼吸功能异常以及他的症状，医师给他下了一个诊断 COPD， 也就是肺阻塞。过去他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简单来说，就是吸进去肺部的空气要吐出来的时候，因为肺脏的气管阻塞了，所以吸进去的多，吐出来的少，最后肺脏里面塞满的空气，每一次的呼吸都只能有很少量的空气进出，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进一步吸入空气，这就是所谓的肺气肿。这个时候想要用力呼吸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肺脏结构就好像吸管末端绑着几个气球，吸管就是我们的细支气管，气球就好像肺泡。你只要记得，我们在吸气的时候，肺脏被拉开，氧气进入肺泡；吐气的时候，肺脏回弹，二氧化碳从肺泡出来。万一细支气管出了问题，或是肺泡回弹的力量不足，空气就蓄积在肺部出不来了。这就是肺气肿的原理，也就是一种阻塞型的呼吸道疾病。第二种情况，如果一开始觉得喘，但是越走越轻松，这样多半是上呼吸道，例如鼻腔内的问题。随着气体吐出越来越多后，很自然的又会切换到吐气的动作。所以
你知道一个人身上有多少个肺泡吗？10万个、100万个、1000万个都不是。每个人身上的肺泡大约3亿个。这些肺泡除了彼此接触、互相黏住之外，肺泡也会跟细支气管相黏，然后靠最外侧的肺泡就跟肺脏的一个大袋子相连，形成密密麻麻的肺部结构。每一个细胞存活下来所需要的氧气，就是靠这些肺泡在每一口吸气中打开，让外界的氧气进来，接着在每一口吐气的时候，再把身体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送走。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你可能会很好奇，身体要能够非常有效率的在每一口的吸气、吐气短短的几秒钟内，让氧气进入密密麻麻的肺泡，接着又要很有效率的把肺泡里面的二氧化碳迅速送出肺部，依赖怎么样的机制呢？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每一个肺泡就跟气球一样，会有回弹的倾向，所以只要不把肺泡拉开，它就会回弹，顺便把里面的空气推出来。而肺泡的空气都是透过连接的细支气管送出来的，每一条细支气管平均约有2000到3000个肺泡跟它相连，因此万一这个细支气管变得狭窄、阻塞时，这些肺泡里的空气就会堆积出不来。所幸肺泡的组织发展出一种结构，让正常的肺泡本身也跟附近的细支气管粘在一起，因此空气从肺泡出来，导致肺泡体积缩小的同时，也顺便把细支气管拉开。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这些细小的呼吸道气流受阻，让大多数的肺泡在我们吐气的时候都能够同步的缩小，呼出肺泡里的二氧化碳，完成一次的吐气动作。那我要如何判断自己可能有肺阻塞 COPD 呢？我这边告诉大家几个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进行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判断是否有这样的问题。第一点，年纪。COPD 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长时间对于肺脏组织，包括细支气管、肺泡组织的破坏，等到肺功能已经恶化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多半已经有一定的年纪，通常在50岁以后比较会出现明显的症状，例如剧烈活动会感觉到喘的现象。第二点，环境暴露，抽烟是最明显的环境因素。空气污染与职业上的暴露也是这几年越来越被重视的问题。例如今天影片提到的王先生，不烟不酒的他还是有可能罹患 COPD， 因此不抽烟并不表示就一定不会有这个问题。第三点，运动觉得喘，就像影片里面提到的，活动时觉得喘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或是在停下来的时候需要调整呼吸一段时间，例如5到10分钟才比较缓解，这些都可能是大量呼吸的空气蓄积在肺脏，一时无法呼出来的结果。第四点，咳嗽后容易喘起来，很多疾病都有慢性咳嗽的现象，包括过敏性鼻炎、呼吸道感染、胃食道逆流等等。当然，肺阻塞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症状。如果是肺阻塞的病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多咳个几下，很可能就会觉得喘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咳嗽本身就是连续几次的高频率大口呼吸，对于肺阻塞这样的呼吸功能异常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吸进肺脏的空气无法快速的吐出来，因此本来还好的平顺呼吸，常常只是因为不小心呛到，连续咳个几下，真的就喘起来了。这也就是这些病患到了冬天很容易发作的缘故，不小心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咳嗽频率一多，就很容易觉得呼吸喘起来。我们的影片是提供一些关于呼吸生理异常的知识介绍，千万不能作为您个人诊断有没有某些疾病的依据哦。自己有相关的症状或是不舒服，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疗检查与治疗，才不会耽误到病情。之后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呼吸顺畅、睡个好觉的影片。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刘恩德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